在洗澡时发现诡异的是，一个陌生男人突然闯入家中，甚至还贴心地帮他递了一下毛巾。但奇怪的是，女人好像对眼前视若无睹，像没有发生什么一样忽略走了过去。一直跟在后面的男人这才察觉到，原来黛西是个看不见的盲人。此时的她还像往常一般准备开始做饭，却殊不知在她的一旁地上，丈夫早已躺在了血渍琥珀之中。直到黛西打开微波炉后，转身准备休息时，此时的黛西才察觉到不对劲，用手触摸了一下地上的血渍，这才知道家里发生了大事。原来丈夫已经早就没了呼吸，一时崩溃无法接受的她，准备起身前去寻找救援，岂料一个转身和陌生男人碰撞，这一下黛西可被彻底吓傻了。她立刻跑到了客厅的另一边，可男人却不发出丝毫的声音，只是静悄悄地徘徊，这让本就看不见的黛西一时愣住。她赶紧询问男人是从哪进来的，可对方却一直扔着花瓶，靠着细碎摔落的声响，故意让黛西在茫然中陷入惊慌。意识到来者不善的黛西赶紧拔腿就跑，先躲到卧室里暂时拖延时间。为了得到及时救援，她拿起放在床上的电脑，靠着电脑的语音识别功能，给自己的姐姐发去求救短信，可语音识别速度始终还是太慢。男人直接踢着个凳子撞破了玻璃窗户，一个飞速起身之后，直接将黛西按倒在了地上。不出几分钟，他就被绑在了房里。但男人的目的好像还有所隐藏，本就是在闹市区闯入黛西家中，而男人却显得一点也不着急，甚至还帮黛西擦拭手上的血渍，给她清洗腿上的一些伤痕。这让看不见的黛西更加感到茫然。难道男人的目的不是为了票子？就在黛西还一头雾水时，男人竟然帮她解开了绳索，接着就告诉她一个惊天秘密。他声称黛西丈夫根本不是个银行家，这些年一直背着黛西做坏事，实际上他和自己一样是个小偷，甚至偷完后还卷走了同伙的票子。而迪克此行正是为了找回票子，但这样的说法显然没有说服力。和自己朝夕相处的丈夫怎么可能是个江洋大盗呢？就在杰夫逼问着票子放在哪时，他的手机忽然在此时响起，杰夫的大哥给他打过来电话，询问票子是否已经找回来了。而黛西趁着杰夫在打电话，先找了件衣服遮盖住自己。此时正好碰到相机，他赶紧将相机藏在了身后。等到杰夫打完电话后，以一番怒火，而黛西装作什么也没发生。杰夫逼问赶紧告诉自己票子的下落，否则即便自己不会对黛西做什么，那大哥也会亲自过来解决。但即便杰夫如何追问，黛西对票子的事一无所知。就在杰夫已经彻底的怒火中烧，走近黛西时，争取到时间后，黛西拔腿就跑。凭借着熟悉家里的环境，她很快就找到了电梯。可惜的是，此时等电梯到来还是太慢了，黛西只能在看不见的情况下，靠着直觉快速地奔去一楼。被砸晕的杰夫也终于苏醒，惊慌之中，黛西不慎从楼道上摔落而下。好在杰夫距离自己还有段距离，黛西抓紧时间继续往一楼逃离，身后的杰夫步步紧追。可谁知道黛西已经跑晕了头，不知不觉地跑到了地下室。而在这里，杰夫抓到她已经易容反掌。就在黛西感到彻底绝望时，她的邻居听到声响赶了过来，黛西连忙让邻居报案，千万不要再靠近这里面。可邻居却偏偏说自己能保护黛西。躲在角落的黛西都彻底懵了，直到下一秒，邻居不出意外的当场结束。趁着杰夫正在遮盖躯体时，黛西趁机从后面悄悄溜了出去。这一下终于走出了屋子里面，她凭着直觉一路顺着铁丝墙，艰难地来到闹市区的大街上。听到路边有人后，她赶紧上前呼救。好在此时遇到了一个贵人，男人是当地的一名探员。看到黛西已经被探员所保护，杰夫也没有了办法。探员立刻拿起手机呼救支援，接着便声称先给黛西安顿好。可谁知此时的身后杰夫已经赶了过来，原来所谓的探员正是杰夫的大哥。黛西就这样接着又被带回了家里。相比于杰夫的不同，大哥更有智慧，他来到黛西身旁细心劝导，声称黛西丈夫的确是卷走了票子，要不然也不会这么大费周章。说完还体面地给丈夫盖上蓝布。但即便大哥把所有好话都说了，可黛西的确是不知道所谓的票子，她甚至都不知道丈夫是江洋大盗。没办法，大哥只能开始出阴招，还是把黛西交由杰夫来逼问。就在杰夫拿着小刀时，大哥似乎发现了什么，叫停了杰夫。他察觉到整个屋子里死气沉沉，但只有墙上的这幅画充满希望。那是黛西曾经的照片，被丈夫放大后挂在了墙上。大哥料定这画里肯定有什么，让杰夫赶紧将画摘下来。而事实也果真如大哥猜测，小刀划破后里面竟全是票子。原来这一行程的目标只是放在客厅最显眼的画里。两人一时间开心的合不拢嘴。现如今他们已经达到了目的，临行前也不想再闹出人命，于是嘱咐黛西1小时内别报案，否则的话就会赶回来收拾她。就这样，黛西暂时脱离了危险，她也只能按照大哥的嘱咐，暂时先躲在家里不找探员。折腾了许久，黛西逐渐陷入了睡眠，直到苏醒后，她才意识到现在要赶紧去找探员报案。可未料准备出门时，
眼前的杰夫以及大哥竟然仍然在家里，原来两人压根就没有走，他们的目的远不止于是票子。黛西赶紧挣脱束缚，朝着身后逃离。惊慌下，她来到了阳台上面，找到了一把棍子作为防身。可两人却没有丝毫的胆怯，并且从对话中还得知，丈夫当时卷走的根本不止票子，还有黛西脖子上挂着的钻石，并且这些钻石还不止一颗。两人本想假意拿到票子离开，好让黛西独自在家找出钻石，可结果黛西却直接睡了过去。得知一切的黛西仍然茫然中，面对大哥追问钻石的下落，她哪会知道丈夫做了这些。眼看黛西一直不肯透露，大哥索性拿起黛西的宠物猫一扔而下。此时杰夫和黛西都惊呆了，黛西连忙上前找大哥算账，身后的杰夫甚至都有些看不下去。虽然自己也不是什么好人，可对动物的怜悯之心还是有的。两人随即发生了一番争吵。黛西眼看这是个好机会，趁机顺着楼梯爬上了天台。此时正好一架直升机飞过，黛西连忙朝着天上呼叫救援。尽管夜间视野有些模糊，直升机还是发现了黛西。就当他以为马上要得救时，大哥的一把武器从黛西身后出现。黛西面对着身后隐藏的武器，只能做出向直升机挥手的动作。见此的驾驶员以为两人在开玩笑打招呼，于是便就此离开了天台的空域。这一下黛西彻底的绝望了。大哥直接将他带到了天台的边界，并问他钻石到底放在了哪。没办法的黛西只能说出家里的保险柜。两人随即开始拆卸保险柜，可两人在这努力的切割，其实黛西自己都不知道里面有没有。直到两人足足切割了半小时，但打开后一看才发现里面竟然只有一张卡片而已。意识到被耍了，大哥有些不开心，他立刻将黛西捆到了桌子上面，用一块毛巾盖住了黛西的嘴巴，然后朝着下面倒出凉水。一股窒息感随即涌上黛西的心头。面对两人不断倒水逼问着，黛西压根就不知道钻石在哪。就当她快要濒临窒息之时，门外忽然传来了敲门声，两人这下都彻底傻了眼。从黛西那，他们这才得知是怀孕了的姐姐过来看望她。两人随即拉起疲惫的黛西，警告她一定要配合好打发走，否则她姐姐也会性命难保。大哥和杰夫都躲在墙的两边，等到开门后看到姐姐和姐夫，黛西谎称自丈夫吵架让两人先离开，可姐姐却偏偏要进去看看。此时大哥已经做好了准备，只要他们走进屋内立刻开枪。黛西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，好在姐姐突然肚子开始疼起来，仔细一看原来是羊水破了。两人只能放弃进入黛西家，转而前去附近的医院。此刻的黛西也终于放下了心，可她被挟持的处境还没有改变。大哥让杰夫给自己泡杯冰咖啡，而自己则要负责好好审问黛西。杰夫见此也只能乖乖去泡冰咖啡。面对大哥的层层追问，黛西只好用力回想起丈夫的异常。她声称丈夫曾在花盆边上折腾，没准花瓶里就藏着钻石呢。听后的大哥赶紧来查看花盆，而另一边的杰夫正泡着冰咖啡，却未料没注意在冰块里发现竟然冰冻着钻石在里面。趁着大哥还在阳台砸着花盆，他将所有的冰块用水流冲化，然后全部收入自己的囊中。可他不会想到的是，他收东西的一幕已被大哥看见。等到杰夫身后藏着匕首，假意给大哥送冰咖啡时，大哥早已料到杰夫要做什么。明显杰夫就是要独吞这些钻石。趁着杰夫伸手给自己送咖啡之际，大哥已经做好了防备。此时的杰夫还全然不知。一发子弹划过杰夫的腹部，看来姜的确还是老的辣一点。大哥拿着武器逼近杰夫，翻找出了刚刚杰夫藏的钻石。经过大哥的多番检查之后，的确就是丈夫卷走的那一批。也就在他欣赏着钻石的光芒时，他的身后手中的钻石和武器纷纷掉落在地上，大哥使出浑身力气将黛西直接翻倒在了一旁。两人在一阵扭打中不慎关闭了电源，而这对于黛西来说有绝对的优势。她赶紧来到丈夫的躯体边上，找出了杰夫当时丢下的一把匕首。可未料她拿着匕首准备开门逃离时，身后的大哥却一把将她拉回了房间里。争斗中，黛西的匕首很快被缴械。就在黛西被掐住了脖子时，杰夫带着严重的伤势冲了出来。趁着两人扭打之时，黛西赶紧逃离到边上。就当她跑向阳台寻找时，却正好踩到了武器和钻石。等到另一边的大哥解决完受伤的杰夫后，再一次的来到阳台寻找黛西时，黛西已经握着手中的武器。虽然他没有常人一般的视野，可一来听力他还是能分辨清楚。看大哥一直躲着不发出动静，黛西拿出了手中的钻石，威胁如果不出来拿钻石的话，就将钻石全部丢到楼底下。见此的大哥赶紧上前，再一次的将黛西的脖子一把掐住。好在黛西的手上还拿着武器，一个挥手顺势将大哥推倒，直接从90楼掉落而下。至此，黛西终于算是成功获救，而本片还剩下2个隐喻的镜头。成功获救的黛西却没有报案，反而熟练地将钻石冰冻起来，甚至还知道将钻石掩盖在下面一层。整个剧情下来都让小编在怀疑，而这位居然还留下了一份彩蛋。